声音还是没有响起，魏无羡猛然惊醒，一下就从床上坐了起来。他看了看四周，才恍然想起来自己亲手把那人送走了。头疼的要死，胃也很疼，但是魏无羡强忍着不适，下楼给自己倒了一杯热水。明明热水很热，但是魏无羡总觉得自己的心还是冰凉的，就是少了一块，但是又说不上来，很难受。这个房间里面，这个别墅里面，到处都是蓝忘机生活过的气息，他都被蓝忘机养成了习惯。魏无羡坐在沙发上，静静看着自己手里的水杯，眼神有些空洞。他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，不就是走了一个人吗？怎么还就不能适应了？蓝忘机没在之前不也是自己一个人生活的吗？为什么现在他走了，自己反而都不习惯了呢？魏无羡头痛难忍，揉自己的太阳穴，被酒精刺激的胃喝了些热水，感觉好了些。哪怕魏无羡再不承认，他心里还会不自主地想那个人。他深吸了一口气，起身去了浴室。蓝曦臣看着蓝忘机房间的方向，无奈地叹道：“叔父，已经3天了，忘机还是不肯出门，总不能饭也不吃吧？”蓝启仁放下手里的茶，说道：“你去叫他。”蓝曦臣无奈地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叫过了，不出来，这房间门也打不开，我又没有忘机房间门的钥匙。”蓝启仁道：“你再去，他明天就要回学校了，这般不吃不喝，如何是好？”蓝曦臣没得办法，只能又去敲了敲蓝忘机的房间，还是和往常一样，没有人开。蓝曦臣拧了一下蓝忘机的门把锁，意外的门居然开了。忘机，蓝忘机坐在床上，手里拿着一本他专业课程的书，一动也不动。他大学报的和蓝曦臣当初一样是金融学，毕业后就可以直接进自己家公司工作。他休学1年，原本该是大2了，现在要重新从大2开始上。他听到声音，抬起头看到了蓝曦臣，木讷的目光闪了一下，声音有些哑：“兄长。”蓝曦臣走过来，摸了摸蓝忘机的头，几天不见，小脸有点憔悴，一双浅色的眼睛里面暗淡无光。蓝曦臣不知道自己的弟弟发生了什么，但是他肯定猜到了一些什么。他问道：“忘机，你告诉兄长，你在伤心什么？回到家了，不应该开心才是吗？”蓝忘机一听，眼睛微微泛红，他把书放在一边，又把自己的头埋在了膝盖里，不愿意说话。蓝曦臣也不着急，就这样静静的等蓝忘机开口，说出来就放下吧，你要开始新的生活，明天就要去学校了。蓝曦臣声音温柔，他的弟弟心事太重了，就连叔父都不知道他在想什么。但是蓝忘机从小就是被蓝曦臣看到大的，他能清楚的知道自己的弟弟心里在想什么。过了好一会儿，蓝忘机才开口说道：“兄长，他不要我了。”此话一出，就连蓝曦臣的心里都颤了颤，一下子就明白过来，这几天蓝忘机的反常是从何而来了。他问道：“忘机，你和……”蓝忘机声音依然淡漠，但是仔细听不难听出来有一丝的哽咽：“对不起，兄长。”蓝曦臣叹了口气，心里难得犯着愁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忘机，你还小，听兄长的话，先吃饭好不好？你已经3天没有吃饭了，这样下去身体会受不了的。蓝忘机点了点头，他不会去问蓝忘机发生了什么，他只是希望自己的弟弟能快点的走出来。蓝忘机说的话和之间种种发生的事情，蓝曦臣多半也能猜出来是因为什么。关门的声音响起，蓝忘机才从自己的膝盖处把头抬起来，他拿起手机，他希望魏无羡会给他发一个信息，哪怕是骗他的也好。手机的锁屏还是他和魏无羡的合照，照片中那人笑得眉眼温柔，水光潋滟，十分的好看，越看越心疼，越看心里就越委屈。他这3天里面并没有睡好，每天夜里梦中都会出现魏无羡，全部都是魏无羡那句：“以后都别再见面了。”蓝忘机垂下眼眸，喃喃道：“以后都别再见面了。”声音越发的破碎：“真绝情啊！答应你就是了，以后别这么绝情了。”魏无羡最近心烦得很，他觉得这个房子里到处都是蓝忘机生活过的气息，导致他现在越发的不想回来了。终于过了2个月，魏无羡实在是没得办法，过年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决定，他准备往自己的国外发展，出国发展肯定就看不到蓝忘机了，也不会有任何蓝忘机的消息了。
魏无羡简直觉得自己的就是疯了，不然他这么会忍不住隔三差五的去找蓝忘机的大学偷偷看他。蓝忘机并没有什么反常，自从蓝曦臣和他说开之后，他好好吃饭，好好上学，没事就住在图书馆，也不回家住。他申请了住校，2个月了，他没有收到魏无羡的信息，蓝忘机也不敢给他发信息，估计把他拉黑了。他不想看见那个红色感叹号。他学习优异，是所有教授眼里的好学生。他除了性格有些冷漠，不和旁人交流，长得好，学习好，家世好，校草名不虚传。但是蓝忘机没有和任何人说过，他现在晚上睡不好了，有时候还会出现幻觉，老是觉得那个人就在自己身边，但是一眨眼他就不见了。自己只要忙起来，就不会出现幻觉，不会再心疼了，只要累到极致，就能睡个好觉了。看到过年了，魏无羡也准备的差不多了，现在就等签证下来，他就可以直接走了。他在国内的公司就让江城来看着，他也许还会回国，但是也可能不会回来了。江城知道他要出国的消息，简直要气死。做个人吧，魏无羡，你那么大一个公司，说甩给我就甩给我了，累死我呀！魏无羡在旁边笑得停不下来，说道：哎呀，你就行行好。江城无语道：至于吗？魏无羡想到自己老是偷偷看蓝忘机的情况，他坚定地点了点头，至于。江城能怎么办？他说道：3年撑死了，劳资就给你看3年，3年后你自己回来，我不管了。魏无羡模棱两可道：再说吧。江城，蓝忘机下了课日常回了宿舍，他现在自己什么情况，他自己心里也清楚，他知道不该再想那个人了，但是就是忍不住，念得久了，那个人也就成了心结。他拿出手机，正好一个新闻弹了出来，说的就是魏无羡的公司越做越大，已经准备出国发展了。那人一身西装，眉眼四溢，蓝忘机忽然一阵恍惚，明明才2个月没见，却好像已经好久好久了。目前是这样打算的，而且短时间也不会回国了，毕竟国外说公司刚刚开始运作，事情会很多。明天就走了，也许以后会回国，总不能让江总一直帮我看着吧。记者还在问，魏总就这样洒脱地跑到美国了，是希望一直在美国发展吗？想见的人见不到，那怎么办呢？听起来也就是一句玩笑话。魏无羡笑了笑，也没有回答。蓝忘机垂着眼睫，一颤一颤的，除了指尖微微发抖，并没有看出异样。至于躲成他这样吗？明明宿舍开着空调，非常的暖和。蓝忘机望着窗外，目光微微闪着亮光，好像又看见了魏无羡。蓝湛，我们今天一起去超市买菜啊，我下班早，晚上一起做饭啊。想起了过往，那双淡漠浅色的眼睛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温柔缱绻。爱无解，回忆更是，爱得太深了，蓝忘机都不愿意自己放过自己。可惜有些事情就是没有结果，执念再深又如何？